堂堂平阳侯，这侯府的主人，为何要从侧门回府？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现在外面有一些风言风语，提及君后，我倒想问问，这些传言是真还是假？公主说的是什么传言？看你如此鬼祟，你该是心知肚明。公主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再说，别说这些虚话，我只要你一句实话。你在外面是不是另置家室了？是不是？是。你答得倒挺爽快。你曹氏是什么人？你自己也承认，无战功，无才德。本公主委身嫁给你这么多年，哪一处愧对你？你竟然另养外室！我问你，你凭什么？为父我也只是一时糊涂，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了。你干出这等丑事，当然要后悔。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倒是想看看她有何本事，得以让你这个胆小怕事的平阳侯也敢欺瞒本公主。她没什么本事，只是个无亲无故的可怜孤女。是在封地收租的时候碰上，见她可怜，就由怜生爱。如今事情闹开了，我看她恐怕就再难扮可怜了，只怕是要变成狐妹子，遭人唾骂了。公主，求你别再讽刺她了，人都已经死了。死了。看来上天也都不愿意成全你们两个人。公主说的是，这也算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公主，您大人大量，既然人都已经难产死了，公主就别再计较了。难产？你与他有了孩子？是个男孩，孩子一出生就没了母亲，无依无靠，太可怜了。所以我就抱他回府了。你还带他回府？我已经让常总管抱到了客房。你真是胆大包天！你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，难道要我堂堂平阳公主非得收留了他不成？不是。既然不是这样，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个孩子？我不是想让公主收留这个孩子，而是想让公主认这孩子为亲儿。你说什么？向来非正室所出的嫡子不能承袭爵位，但这孩子是我的亲儿，我不能让他没名没分流落在外。将来平阳侯这爵位也要有人来继承。为父只有求公主将他视为己出，纳他为子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受了多少委屈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你和其他女人的私生子，却要我认作亲子，那其他人会怎么看我？将来，你这个庶子成了嫡长子，那我的亲子反倒成了幼子吗？难道你也认为我无法为你生孩子？
公主也说了，这么多年，你都无所出。看来，我还是明日再来吧。啊，好，告辞。公主，公主，驾！公主，驾！驾！臣多有冒犯，请公主恕罪。我说过，既为建章弓箭，不用行此大礼。不论臣身处何位，也会永记公主的再造之恩，将牢记对公主的承诺，一生为公主牛马。去拿把大斧把马宰了，再拿去烧掉。哎，公主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回禀公主，有匹母马生产在即，却突然得了疟疾，为免它累及其他马匹，只能把它给杀掉。小的先告退了。我去看看。他们说你跟肚子里的马儿都没救了，又宰了你们。怎么？你想把它生出来吗？好，我帮你。我也帮忙。卫青，我们一起帮他把小马生出来。用力，使劲儿！用力，用力！生死无常，如风云变幻。悲莫悲喜，生离别。公主可记得接下来那句吗？乐莫乐兮，心相知。可他都已经孤苦伶仃了，何来心相知？公主不就是吗？如果公主愿意的话，把臣也算上。那倒是啊，我们确实是他出来这个世上的相知。不如这样，我们给他取个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长生鸟，赤色五彩，往返天地，通五音，传喜讯。你说的是周成王时第一枪献上的鸾鸟？正是。好，鸾鸟自歌而乐，见之则天下安宁，是吉祥之象。我希望小马也能像鸾鸟一样，随性而歌，任意飞驰。好吧，那就叫它飞鸾。飞鸾。好，就让它随心而行，不枉此生。随心而行，不枉此生。
凯儿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却继承不了我的爵位，是你没有福气啊！这都是你的过错，别怪这个孩子没有福气。取名了吗？他的母亲10月怀胎，难道这段日子里，你连个名字都没帮孩子想过？有，曹香，香柱的香。香。平阳侯到了你这一代，已经名声日下，你想他去相助谁呀？夫人，你是女中豪杰，胸怀抱负。打从你嫁给我那一刻起，我便下定决心，与你一起光耀门楣。可惜，为父不才，有心无力。如今有幸得子，我只好寄望他能助公主得偿所愿，得尊荣，得功勋。香，斯日赞赞相在，斯日赞赞相夫人在。你说的话总是那么好听。当初你对我说，有我一人足矣，久无身孕，罢矣。你这番话让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很幸福，原来公主，那些都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从没有嫌弃过公主无所处，我只恨自己无德无才，又不能光宗耀祖，指望香儿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求公主成全。你说得倒轻巧。你以为我成全就可以了吗？你要他承袭爵位，皇亲将相必定议论纷纷。你让我这个公主颜面何存？你觉得皇上会允许吗？两位太后会允许吗？恐怕这天下容不下香儿，是为父不好。什么都别怕，有母亲在。什么事都要母亲担着。公主，我对不起你。公主，我曹氏得妻若此，从今以后，只祈求公主能长乐安康。我曹氏哪怕折寿，也在所不惜。不，这孩子不能留，择日废爵，请他与那孩子遣送塞外。不可以。这是母后的意思。不管曹氏做了什么，香儿如今已经进府，她是无辜的。朕不能让姐姐受此委屈。朕想要回那个心高气傲、大气凛凛的平阳公主。
如今何在？陛下，酒已经煮好了，陛下尝尝吧。这酒闻着有点酸苦，朕不想喝。陛下，一点酸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而且陛下刚才说了这么多话，肯定口渴了吧？饮些酒解解渴吧。这种酸苦之味，朕就是不愿让姐姐白受。陛下，这酒初尝虽酸苦，但细品起来却香甜，且这酒如不同的人会品出不同的味道。陛下何不听听公主是怎样说？不就是爱夫情切，甚至爱屋及乌，宁愿委屈自己，就为了包容那两父子。姐姐，你知不知道，母后与朕有多心疼你？朕从小就衷心尊敬姐姐，姐姐出嫁，朕多希望姐姐有个好归宿。多年来，曹氏无功无绩，但看她一心一意对姐姐好，朕也乐意给她面子，让她风光。但谁知她不但不感恩，还在外面。姐姐自然明白陛下的苦心，只是，我想姐姐也有她的苦衷。弟弟疼惜姐姐，姐姐知道。可姐姐的心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无所处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心里有多急？他当然也不好受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怨过我半句，哪怕是只言片语。他敢！陛下，问题就在这里。既然我是他妻子，为何他有苦难不跟我说？就因为我是公主。正如你所说，心高气傲，大气凌厉。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君侯，就只有人前人后忍让我。这一种酒味，他饮了多年了。陛下，你何不再尝尝？子父讲的对，初尝酸苦，细品却香甜。曹石这次的确是做了错事，带回了香儿，确实叫人难受。可却正因为如此，我终于可以尝到当母亲的滋味了。陛下，陛下不是曾经说过，腹中这孩子比金玉珍宝都金贵，比指挥军马的虎符更有力量。何不以期待奴婢腹中孩子的心情，体会公主想做母亲的感受？为人父母的滋味，确实拥有天下的尊荣，也无法取代。可那些风言风语，姐姐能忍受吗？我受得起尊重，也就经得起闲言。陛下，
既然公主都这么说，你就答应吧。真是过了一山又一山，这次能劝服皇上，又让他劝服了2位太后。我知道，都是因为你从旁疏导。公主言重了，子夫根本没有做过什么。这事情能够顺利解决，全凭公主那份母性，把愤怨化成慈怜，宽宏大量。母亲天性，这宫里面只有你最明白我了。公主这么说，子夫实在万幸。当初就是因为公主提携，奴婢才能得圣宠。到如今，即将为人母，这一切都有赖公主。其实当初的确忧虑，把你送进宫里，等同送入虎口。没想到，宫中这许多许多的纷争，你竟能一一度过，不仅快为人母，又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你现在过得比宫外的人要安乐多了。子夫能安然度过，不就与公主应对此事是一样的吗？使苦涩为甘甜，把一切看似不好的坏事倒过来看，视为好事。你确实与以前不同。以前那个歌姬虽算得体，但终归青涩。可如今落落大方，进退有度，远胜从前了。或许是这一路磕磕碰碰走来，经一些历练，自有成长。宫中之路的确难行，迂回曲折，峰回路转。我们就彼此照应吧。子夫感激公主恩情，公主若愿意继续扶持，子夫定能忘掉一切艰辛。来，参见公主。飞鸾实在有幸，能得公主常来探望。你怎么知道我常来探望她？因为卫青见公主喂奶挺熟练的。飞鸾，你观察入微，又勤研兵法，看来建章宫监这个职位未必留得住你。调兵遣将，或许更能施展你的才智。公主夸奖。这阵子飞鸾眼角发红，不能出去走动，所以我偶尔过来探望她。对了，你也知道她病了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每次经过都想过来探望她。看来我们2个真是她的相知。我看公主最近身心舒泰不少，臣也就放心了。的确是舒坦不少。这阵子我常留府中，相夫教子。香儿她特别依赖我，偶尔要是哭闹了，只有我的琴声才可以安抚得了。以往见公主聪明睿智，没想到对相夫教子也甘之如饴。无论多聪明，可我毕竟是女流之辈。我现在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香儿身上，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够济世安邦治国之才。哎，你骑射了得，到香儿习武的时候，可以当她的师傅吗？卫青何德何能，岂敢做公子的师傅？你才德品性都好，做师傅当之无愧。只怕你假以时日，时机一到，
出将入相，到时候就没时间教我孩子了。卫青若真的有机会得掌宏图，全承公主之恩，公主要卫青做什么，卫青定会倾力相报。禀陛下，江都王3日后入朝的安排都已经准备妥当。好，机会来了。这江都王是朕同父异母的兄长，颇得太皇太后宠爱，而且向来讲礼数，重颜面。朕对他也从来敬重守礼，不会怠慢。启禀陛下，上大夫韩嫣求见。来得正合适。传。诺。宣韩嫣觐见。参见陛下。韩嫣，朕3日后狩猎，可安排好？回陛下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。这几日，臣会去上林苑巡查狩猎之情况。你看，狩猎之事早定，朕总不能为一个小王入朝，设什么家宴欢聚，而更改吧？可江都王毕竟是陛下的兄长啊，又不是同母亲兄。陛下要在狩猎之日与江都王饮宴？对，真烦人。可是臣连新宫都已经做好了，都是考功令、精致良工。你怎么不带来给朕试工呢？臣本想在狩猎之日给陛下带来惊喜。那狩猎更不可取消。你去回皇太后，家宴朕不去了，朝上见江都王也就够了。可陛下，这恐怕不合礼数吧？朕已决定了，韩嫣，这几日你就做着朕的副居，走驰道去上林苑打点一切。3日之后，朕与你再去猎鹿射虎，重拾当年豪情，尽收猎物。臣必将一切安排妥当，恭迎圣驾。孙儿，你先别生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驰道向来是皇上专用，百官诸侯只能走两旁，韩嫣竟乘皇上副居，招摇从驰道正中而过。我以为是皇上圣驾，下车行大礼。枉我是皇上兄长，贵为我大汉的江都王，竟也要向区区一个韩嫣跪拜。他应该是见不到你，所以才失礼了。见不到吗？他还冲我笑呢，还在我眼前飞驰过去。祖母，皇太后，难道皇上的宠臣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分尊卑吗？还是皇上有心纵容韩嫣来羞辱我？断不是皇帝的意思，应该只是韩嫣小人得志，失了体统。我这个藩王，还不如把封地还了，入宫当个宿卫，与韩嫣一样，岂不是更风光？孙儿啊，何必说这种话呢？祖母听到你这么说，心都痛了。是啊，你毕竟是皇帝的兄长，皇帝极念亲情，断不会为了一个小臣而与你生分的。听到没有？连皇帝的亲生母亲都这么说了，自然是骨肉最亲，都是兄弟嘛。只怕我这个隔几年才入宫朝见一次的异母兄长，还比不上韩嫣这个伴读啊。孙儿啊，你弟弟向来知分寸，只是有时候朝事繁忙，顾此失彼，才让这等劣臣放肆。有皇太后在，自然会还你公道的。这韩嫣敢乘副居走驰道，相信是皇帝御准的，恐怕不能以此罪来治他。韩嫣嚣张，要找到他违法失礼的罪名，绝非难事。皇太后，你说是吗？太皇太后所言甚是，臣妾定会清君侧。谢祖母，谢皇太后。
皇太后召臣，不知有何事吩咐？素闻韩大夫对五彩宝石和金丸颇有心得呀。皇太后若对此感兴趣，臣就把最上乘的宝石金丸献与皇太后鉴赏。又素闻韩大夫的那些金丸，每粒都刻有印号。是的，这才显得气派。若皇太后也想在金丸上刻字，臣可以为皇太后构思。不必了，拿上来。这颗金丸，就像你的那般，刻上名字吧。皇太后，这……魏姬，你是从何得到这金丸？回皇太后，是掖庭侍女绿蝉交与奴婢的。她又是从何得到？为何而得？又为何交给你？回禀皇太后，奴婢与后宫侍女素有来往，闻知绿蝉生病卧床不起，前去探望，才知绿蝉被韩大人欺辱，忧郁之病。事后，韩大人竟以金丸将她收买，绿蝉为其权势而不敢告发。经奴婢劝慰，绿蝉愿亲政淫秽后宫之徒，并交出金丸以作证。也就是说，人证物证俱有。请皇太后明鉴，确是臣一时糊涂犯错。不过在这深宫之中，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，是魏姬少见多怪。请皇太后切莫记挂这些小事，臣定当呈现珍宝。荒唐！这是小事。韩嫣，你果然大胆。若不是魏姬心细发现，受害之人定会忍气吞声下去，你岂不更加嚣张了？韩大夫也承认这种事情在后宫时有发生，可想而知，后宫还有多少宫女曾受欺辱，可却慑于奸人淫威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绿蝉这次能挺身而出，实属不易，请皇太后替她做主。汉宫绝不允许这等淫贼胡作非为。来人！皇太后恕罪，将韩嫣拖出去，斩首示众。皇太后饶命啊！臣只是一时糊涂，是魏姬，她恨死了臣；是绿蝉，她有意亲近于臣。拖出去！臣纵有一死，也求见皇上最后一面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参见皇太后。母后金安。宫中有如此污秽之事发生，竟还说见怪不怪，哀家没法安呐！陛下救命啊！韩嫣她淫乱后宫，她陛下，人难免有七情六欲，这事情在宫里见怪不怪，何足死罪？请陛下替臣做主，陛下救臣啊！母后息怒，此事就交由儿臣处理，定不会让母后为难。皇太后，既然皇上愿替皇太后分忧，何不将此事交与皇上？我想，绿蝉在病中，若得皇太后关注，定比灵丹妙药更有效。何不让奴婢陪皇太后去看看她？好吧，哀家就去问清楚绿蝉。哀家倒要看看韩嫣还有何话说。幸好陛下亲临，不然臣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。那倒也是，你罪行滔天，怎可不明不白就死了？你的旧部孙轩已经被段宏找到，你主使他找人抓卫青，还将罪行推卸到无辜百姓身上，单凭这一件事，就足以赐你死。还有贪图私利，罔顾百姓生死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。这都是冤枉啊，冤枉啊，陛下！你当年于苦饥寒之时，竟以竹金丸做游戏，戏弄百姓，多次弄出人命，百姓为证。
通风报信，害死朕的2位恩师，朕也可以作证。今日，朕就要为被你欺凌虐杀的百姓，为被你害死的忠臣义士报仇雪恨。陛下忘了儿时的诺言了吗？陛下说过，无论臣做错什么事，陛下都不会杀臣的呀。绝无戏言啊，陛下！皇上是答应不杀你，但现在要杀你的是皇太后。皇上效尤，自然不会服逆皇太后的懿旨。陛下不会借剑杀人的是吗？是吗，陛下？朕不会借剑，这剑自己进献。纵使臣有千错万错，但臣与陛下毕竟一起长大，姑请陛下念在从小臣侍奉陛下的情面上，并以此宝剑献给陛下，将功抵过。臣必当全心全意侍奉陛下，效忠陛下，为陛下铸造更多削铁如泥的宝剑。戴罪立功。削铁如泥，他还真以为这剑能连削3把利剑。当日只是为了增添你的气焰，也酿成了你今天必死的结果。不过，这把剑也有用，它可以让你死得更痛快些。陛下，你好绝！今日孩子不闹了吧？不闹了，孩子听出琴声舒畅，正为陛下高兴呢。朕能舒畅，全靠朕的好子夫。韩嫣才会多行不义而自毙。是陛下英明，想出良方。也要你心善，对宫中众人都以心相待，才能接触会试；更要你说理说情，才能劝服绿婵指证韩嫣，让母后有理由杀他。子夫只是遵循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关顾后宫的旨意。来，将来朕的这个皇儿，一定会像他母亲一样，谦恭仁爱，聪明贤德。那子夫也弹奏一曲，以谢陛下夸赞。好。再用力些，用力，好，再用力啊！啊！这是太医令给的药，能让你提气加力。来，呼吸，呼吸，好。为姬这胎久久不能顺利生下，望诸神仙祖庇佑，能顺利诞下皇子。苍天保佑，为子夫千万不要生儿子。无论男女，最好夭折。
皇祖母、母后，陛下晚安。平身。皇帝自重，皇帝金躯，唯恐污血晦气沾身，再等一下吧。啊！陛下，恭喜陛下，母女平安。好，平安就好。小公主聪明可爱，第一声啼哭是报母女平安，再次啼哭是恭请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陛下万福金安。恭喜陛下，喜得公主。子父，辛苦你了。怎么会？你看，多标致。祖母、母后，这公主多乖巧可爱啊！这个小公主啊，生得真是可爱，真讨人欢喜呀。公主也挺好的。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，都是朕的第一个孩子，朕都开心。传朕旨意，4城中，鳏寡孤独每户粟米2斗，与民同庆。还有，敲钟昭告天下，未央宫喜天公主。小公主弥月将至，为庆贺皇女，赏赐她3色锦10匹，玉串饰1串，银镯1对，9子圆帘1套，金纺篆1个。不知母后意下如何？乃生女子，再弄织瓦。这纺篆虽只是把弄的玩具，但寓意深远，是祝福小公主心灵手巧。贤淑慧霞的吉祥物，不能马虎。诺。祖母对小公主疼爱有加，孙儿替她谢过祖母。还有小公主平安降生，太医令、汝医等赏赐黄金2锭，鲍氏宫女、兰陵殿上下各人等赏白银1锭。不知母后觉得可好？好。那么魏姬，祖母，当年说过不赐魏姬封号，以学习宫中礼法规矩，期限已过多时，现在她又为朕添了第一个孩子，封魏姬为夫人，实在是名正言顺，请祖母成全。皇帝就因为魏姬生了第1胎，就要册封她为夫人，未免急了点儿吧？这样的话，是要置皇后的颜面于何地呀？更何况，那也不过是个女娃。可是，祖母，彻儿，你还是要顾全大局。太皇太后说的没错，封赏过重，只怕会惹得后宫不安宁。如今赏小公主厚礼，已经是莫大的恩宠了。臣妾这就去吩咐准备赏赐的礼物。你去？
后宫之首是谁呀？这种事，当然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那臣妾就去告诉娇儿，明月礼上封赏。哦，不对，是只赏，不封。哀家又没说不封。搞那么大阵势，还不就生个女儿？哼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看他就是个福薄之人，就算赏赐再多，也飞不上天呐。他让祖母足足等了10个月，可结果呢？哼！你有没有看到当时祖母的神情？与其生个女娃，倒不如不生，免得惹人失望。皇后、窦太主，众嫔妃已经在殿外等候宣召，说是要先来向皇后请安，再陪皇后一起去兰陵殿。来。哎呀，看啊，多美呀！娇儿，任人家拼了命的生孩子，可这后宫始终都是有嫡庶尊卑之分，皇后就是皇后。大家始终都是要看你的脸色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这6宫之首可要恭喜恭喜魏姬了。就这样，每天活动一下，小公主就会越来越健康。她笑了，以后公主得常来啊，教教我。放心吧，慢慢就会了。记得我刚带杏儿的时候，比你还忙乱，但现在啊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了。前2天杏儿发烧，君侯他急着要求医，我猜啊，应该是要长牙了。果然是。皇后驾到，各位嫔妃到。毕竟是皇上的第1个孩子，封赏是少不了的。你等着领赏吧。皇后金安。皇后金安。佳人子魏姬受赏。小公主芈月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特意赏赐3色锦10匹，银镯1对，9紫圆帘1套，金纺篆1个。不只有赏，还有封。奉太皇太后懿旨，魏姬为后宫添福，增辉采税，喜比钟离，封魏姬所生女儿为魏长公主。怎么，还不谢恩？奴婢谢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圣恩。还有，魏姬，我也有礼物赐你。春玲，洛。我知道你才这样一个佳人子，实在月俸不多，辛苦生下了这女儿，损了身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让你好好补补身子。谢皇后。沈家，把魏长公主抱给皇后和各位姐姐看看。我来抱。诺。魏长公主啊，你是皇上的心头肉，皇上每日都非要见你不可。将来呀，哪个敢惹你讨厌，就遭殃了。
你们不沾一下她的福气，吃亏的可就是你们了。平阳公主说的是啊，怎能不沾沾小公主的福气呢？小公主果然俊俏，你看这小嘴巴，长得比喂鸡还好看呢。小鼻子也挺英气的，可惜不是个皇子。是啊，是啊，没想到生个公主。真的啊，你看，这鼻子像极了皇上，真好。魏姬啊，是有女儿就心足了，能生个女儿承欢膝下，也实在是难得。这种福气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呢。奴婢失礼了，姐姐们来了这么久都没有好好招呼你们。喜娘，哎，快把我做的糕点拿上来。诺。不必了，我还要陪太皇太后去赏花，你们自便吧。哦，我也先走了。我也有事要走了。哎，姐姐等我，我也先走了。那我也先走了。陛下，你看，这一片春雾，真的仿若仙境一般。你还有心情赏景儿？告诉朕，未得册封，难道没有丝毫埋怨朕？怎么会埋怨陛下呢？我们的女儿有赏有封，奴婢从来没有想过女儿能如此风光。至于奴婢有没有封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奴婢知道陛下厚爱，已经知足了。女儿就是陛下给奴婢最好的赏赐。其实祖母这次真是应该。请陛下不要埋怨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自有她的想法。若奴婢刚有所出即获封，必会招致其他人的不满，倒不如顺应了太皇太后的心意。毕竟，知足是福，知止不殆。有你在朕的身边，才是朕的福。你猜我们的小公主现在睡了吗？陛下刚刚一直抱着她不肯放手，怎刚一离开又想她啦？是又怎样？难道你嫉妒了？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卫青，你也当舅父了，有没有看过小公主啊？有，小公主聪明伶俐，一进来就已见陛下和姐姐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可不知现在禀告公务是不是合时宜啊？朕差点忘了，是有正事要找你们。卫青，朕先与你谈。好。段宏，你还没有抱过小公主吧？来。哎呦，卫青，来。啊。哦。这里将近完工。以臣之见，可以在上林苑与建章宫之间再多修建几个园圃，及奇花异木，以助天下浓雾。段大哥，你放松一点。像这样，轻轻摇就好。这手放在这儿，然后呢，另一只手托住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这里用朱墨画着的，有何意思？这边围墙地基松软，需要再以岩石加固。还有这里的地基也需要重新修葺。哦。现在抱着你的是段叔叔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哭，乖啊，来，我来抱。
这块控制的地方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这是特意为军事预留的空场，可以训练卫卒，整编汉军。好，卫青，你果然事事想得周到，没让朕失望。谢陛下夸奖。你不会是郑清吧？我是段宏哥哥。段宏哥哥，段大哥。哎，那你姐姐子夫呢？参见陛下。你跟朕说你与一关外女子有结发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陛下，请听朕解释。乖，不哭啊！来，我来抱。长公主最乖了。既曰归之，何有怀之？卫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段大哥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难道刚刚在抒发什么相思之情，怕被别人看见吗？我只是随意写写而已。随意写写，心有所感，才可以随意写出如此诗句。卫青，你别胡乱猜度。这8个字的意思很明显。从前那心上人，既然已经嫁人，为何我又要思念她？我想请问，那心上人是谁？现在想念的又是谁？你不要告诉我，你的那位心上人就是你放心不下的关外女子，还是她是你的童年玩伴，宫中幽兰，就是我姐姐皇上的所爱卫子夫？不是，不要胡乱猜度。卫青，段大哥，从小到现在，你待我如亲弟，我视你为亲兄。重育以来，你叫我宫中规矩，又叫我健硕，我视你为良师。我遭人挟持，你舍命救我，我视你为救命恩人。今天我来，不是要逼你，更不是让你难堪，实在是因为姐姐的安危，不吐不快。卫青，起来再说。你对我姐姐的情谊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我今天看得清楚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若今天看到内泄的不是我，而是皇上，后果会怎么样？我自知不该，我也不敢妄想，所以我对天发誓，只会把爱意永埋心底，一心默默保护她而已。你口口声声说要永远保护我姐姐，可是贵人妻室已是死罪，何况是皇上的枕边人，你还有命保护她吗？兰花虽美，可以名花有主，
段大哥，你这么做，要置君臣之义于何地？置我姐姐的安危于何地？我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凶险？我已经尽力避险，无奈我一直在皇上身边，是避无可避。如果是避无可避，但只有一个字。